大家好，我2个月前做过一个介绍巴伐利亚的视频，是我当时做的巴伐利亚的攻略的总结。这次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5月份去巴伐利亚春游的实操体验和心得，比如有哪些要避开的坑。除了纽伦堡因为时间关系没去以外，基本上那个巴伐利亚视频里的山水城镇都去了。另外，我们还去了同样美丽难忘的奥地利萨尔茨堡和哈尔施塔特，也会在后续的视频里出镜。先说说我们的行程吧。看了那个攻略视频的同学应该见过这个巴伐利亚地图，这次还加上了奥地利的萨尔茨堡和哈尔施塔特。我们的路线是进出都是走慕尼黑，这样一头一尾在慕尼黑各2个晚上，中间福森3个晚上玩新天鹅堡、洛赫堡和楚格峰，然后国王湖和萨尔茨堡附近的贝希特斯加登5个晚上。达拉斯到慕尼黑没有直飞航班，我们是在西班牙马德里转的机。因为西班牙和德国都是申根国家，在马德里入的申根海关。到了慕尼黑已经挺晚的了，打了个 Uber 去酒店，放下行李，倒头就睡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先去了宁芬堡宫，在慕尼黑城西，是巴伐利亚王室的夏宫。这个宁芬堡宫在那个攻略视频里没介绍，因为巴伐利亚的好地方太多了，没排上。我们这次在里面待了大概4个小时，觉得还是值得一看的。宁芬堡宫的看点有几个，一个是宫殿本身，一个是旁边的博物馆，有王室的车马和陶瓷展览，另外还有几个分布在后面花园的小宫殿，这些可以分别买票，我们图省事儿买了个套票。宁芬堡宫的宫殿本身其实不大，没几下就转完了，就记住了在巴伐利亚家喻户晓的那个建新天鹅堡的路德维希二世，就是在宁芬堡宫出生的。和后来看的慕尼黑的王宫比，这个宁芬堡宫的内部结构和装潢略显朴素，不过从外面看，宫殿加上花园还是有些王者之气的。旁边博物馆的王室的车马展览很有意思，各种镶金戴银的轿子、马车，还有雪橇，看来看去还是路德维希二世的最拉风，不愧是浪漫国王，败家有道。宁芬堡宫的花园也不错，天气好的时候在里面走一走，看看花花草草，还有几个小宫殿，怡情舒畅。不过这个花园不小，千万不要高估自己的体力。按照攻略，下一站我们去了老城的玛利亚广场，市中心的心脏地带。去的那天是周五，人不是一般的多。我们发现打开玛利亚广场最好的方式是花个5欧元，爬上旁边圣彼得教堂的观景台，整个慕尼黑老城，包括玛利亚广场还有圣母教堂，尽收眼底。唯一要注意的是，这个观景台是真的要爬的，一共好像有13层楼梯。市政厅钟楼的木偶表演也挺有意思，我们赶上了5点的那一次，上下2层的木偶，欢乐的闹腾了有4、5分钟。慕尼黑的一天飞快的过去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们取了租的车，正式开始了巴伐利亚的自驾行。先看看这个陪了我们8天的小车，第一次开手动的 SUV， 成功唤醒了我尘封多年的手动车的肌肉记忆。今天的计划是洛赫堡和新天鹅堡，从慕尼黑一路往南，1小时的车程，先到了洛赫堡，也就是林德霍夫宫。老实说，这个洛赫堡是超出了我们的预期的。路德维希二世在巴伐利亚建了3座宫殿，分别是新天鹅堡、洛赫堡，还有海伦基姆湖宫。这洛赫堡是最小的，但也是唯一一个完成了的。路德维希二世在这里住过很多时间。跟咱们中国的皇宫一样，这个洛赫堡依山势而建，坐北朝南，中轴对称，气势不凡。那天天气很好，整个建筑群和花园配上蓝天白云，青山环绕，让人忍不住就要按快门。参观洛赫堡一般是先跟一个20多分钟的王宫导览，介绍一下各个房间和路德维希二世的一些八卦。听完了就感觉这个国王真的就是被王位耽误了的一位艺术家，
音乐、绘画、建筑样样行，就是不会弄拳整人。剩下的时间就是旁边花园自己随便逛。我们俩南边北边都走了一遍，真是无限好风光。看完洛赫堡，我们直奔这次春游的主打节目之一——童话城堡新天鹅堡。我们跟着 Google Map 的导航走，一路风景不错，不知不觉已经向南绕进了奥地利。路过一个叫普兰湖的大湖，美色惊人，赶紧停下来照了2张，想着以后有机会再来好好看看。这里提醒大家一下，德国的高速是不收费的，但是在奥地利走高速 A 或者 S 开头的公路，需要找个加油站买一个叫 Vignet 的贴纸贴在车窗上。我们没有在网上预订新天鹅堡的票，主要是因为新天鹅堡内部参观是个鸡肋项目，网上没几个人说好，我们就打算听天由命了。结果我们2点左右开到，果然就没有票了。不过好在出外景完全没有问题。新天鹅堡打卡的最佳地点是它南边300米外峡谷上的玛丽安桥，只要天气好，手机拍出来就是明信片级的照片。从售票处到玛丽安桥，可以跟着 Google Map 指的一个步道走，比走大路省个20-30分钟，但都是山路，爬升比较陡。我们那天运气不错，天气很好，排着队等了20几分钟，终于上了桥。一通上下左右的拍照。这个新天鹅堡确实是个显眼包，颜值在线，非常浪漫神奇，就是没个王宫的样子。城堡的背景是福尔根湖和班瓦尔德湖，还有矗立的草甸和施旺高小镇上的红顶小房，风景绝美。从玛丽安桥下来，走15分钟就来到了城堡面前。近处的新天鹅堡反而没有了那股仙气儿，是个只可远观的典型。玛丽安桥和新天鹅堡之间有个观景点，可以向西俯瞰那个老天鹅堡，就是那个霍恩施旺高城堡，路德维希2世的老爸马克西米连2世的城堡。比起新天鹅堡，这个老天鹅堡就朴素正常多了，默默地站在一个不起眼的小山包上。如果要看新天鹅堡的远景，有一个地方一定要去，在施旺高小镇旁边有一个叫圣克洛曼的教堂，教堂本身就是个景点。从这个教堂的角度可以看到新天鹅堡的远景。如果再仔细往远看，还能看到老天鹅堡的身影。看饱了新天鹅堡美景，我们也该歇歇了。开车找到福森小镇上的民宿，养精蓄锐。我们的民宿在福森老城中心，老板娘是当地人，她老爸当年是开着滑翔机搞航拍的。民宿房间里挂的都是当年福森小镇和新天鹅堡的黑白照片。整个小镇非常迷你可爱，从南边的小河走到北面的老城墙，大概是7-8分钟。我俩每天傍晚吃完饭都在小镇上逛，很安静舒服的感觉。路德维希2世的身影到处都是。这个小店儿摆着他的照片，旁边那个是茜茜公主，他俩的八卦大家自己去搜吧。在福森住了2天3晚，这2天里，第1天去了楚格峰，第2天去了罗滕堡。我们一直在网上查天气，因为上德国第1高峰楚格峰，如果天气不好，那去了等于没去。我们这次旅行天气预报一直有惊喜，本来预告一直有雨，结果我们整个行程就只有在贝希特斯加登下了个半天。游览楚格峰的攻略，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登顶楚格峰的视频，这里就不详细说了。我们那天起了个大早，开到加米市的楚格峰专列停车场，赶上了8点15分的列车。火车在山谷里一路蜿蜒西行，两边是清晨的田园风光。整个行程一共70分钟，大概有30-40分钟是从加米施开到山脚下，剩下的时间是用齿轨爬坡，包括10几分钟在那个4.5公里的隧道里穿行。从终点站楚格峰平台下车，气温只有摄氏1度，不过太阳当空照，也没有风，并不冷。
楚格峰平台这里能看到东面的各个山峰，还有常年积雪的冰川，很壮观，很震撼。拍完照又打卡了那个德国海拔最高的教堂，坐上冰川缆车，几分钟就到了峰顶了。第一次站在这种雪山的峰顶，视觉效果实在太强烈了。除了用照片和视频记录之外，语言挺难形容的。还有就是觉得自己很渺小。我们运气很好，那天能见度有150公里，层峦叠嶂的雪山山峰很远都能看见。山下湛蓝的埃比湖也看得很清楚。看完德国这边，我们又流窜到奥地利那边的平台感受了一下。这边可以看到西面和南面的风景和德国那边各有千秋。从奥地利回到德国，我们在峰顶餐厅买了一顿无敌山景，吃完就恋恋不舍地坐上楚格峰缆车下山了。从楚格峰平台下车到坐缆车下山，我们一共在山顶待了2个多小时，比我们预计的时间要长，因为风景太美了。如果时间有限，可以考虑不坐火车，上下都坐楚格峰缆车，至少可以省半个小时时间。到了山下，我们看看天色尚早，就绕着艾比湖走了一圈。结论是不推荐绕一整圈，因为时间挺长，要2个小时左右。真正有意思的只有湖北岸那一段，可以看到楚格峰湖光山色，倒是很漂亮。所以如果体力或者时间有限，建议就北岸走一段，欣赏拍照，完了就原路返回。在福森的最后一天，我们开车去了罗滕堡。罗滕堡德语的意思是陶伯河上的红色城堡，据说是德国保存最好的中世纪小镇。德国南部有一条所谓的浪漫之路，从福森到维尔茨堡，罗滕堡应该是这条路上众多精美小镇中最美的一个。到了一看，果然名不虚传，到处都是红屋顶的老房子，就好像从画里搬出来的一样。本来我们计划在罗滕堡待3个小时左右，结果逛来逛去，不大个地方5个小时还不够。罗滕堡要打卡的景点其实不多，主要是市场广场，包括旁边的市政厅和圣乔治喷泉，还有这个叫布云莱的一个3岔路口，很典型的德国中世纪半木结构的房子，还有古城门和钟楼。这些我们大概1个半小时就打卡完毕。我们主要的时间花在了走罗滕堡的中世纪城墙上，城墙大约700多年的历史，和南京的明城墙年代差不多，保存得很好，每走一段就有风景可以看，非常值得走一下。我们走了一整圈，走走拍拍，一共花了2个多小时。逛累了，尝了尝罗滕堡特产甜面球，基本就是德国版低糖球形萨琪玛。再来个1913年老店的冰淇淋，罗滕堡一游圆满了。好了，这次德奥行的第1个视频就到这里了。下一期视频我们继续分享绝美国王湖、最美小镇哈尔施塔特、山城小镇贝希特斯加登等等，可以期待。谢谢大家观看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评论、转发。